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来谈谈美股、台股喋喋不休，何时才是我们可以考虑进场？免责声明：本视频为大家提供个人对股票外汇非专业看法，只是我个人的想法，不对任何个人和团体形成投资意见。观看视频的观众，请对自己的投资行为独立做出决定，盈亏自行负责。我们都知道台股是没有自己主导方向的能力，因为外资占台股的市值约 40% 以上。如上一个视频我们谈过，从1月到现在4个多月的时间，在上市柜市场买超约8600亿，这个状况已经超过去年跟前年2年的总和。毕竟台股是浅跌市场，这些事情一定持续会再发生。若每发生一次，台股就从18000摔到15000，试问你有多少口袋去停损、套牢跟摊平？倒不如先研究引发事情的源头。美股，当美国市场回稳之后，再回头考虑台股吧。5月17号晚上，美国零售销售数据创历史新高，造成在晚上8点半的时候，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快速攀升，到收盘涨了 3.6%。之前3月份的零售销售虽然大幅上修，想不到4月零销售还能优于市场预估的成长。从消费端来看，这代表美国经济非常火热，也代表美国的经济通膨仍然很大，这与5月6号非农数据超过市场预期一样。我们观看这两个数据比对，5月6号公布非农就业指数，5月9号美股就重挫，5月17号公布零销售指数，5月18号道琼、标普、纳斯达克股价也全面重挫。因为这些资讯，更可以确定4月 CPI 通膨指数只是修正，波段往上的空间还是有可能的。若不经由强硬的升息手段去打压就业跟消费，美国的通膨恐怕很难被压制下来。也更可以确定，今年的升息不会这么快截止。处理通膨的时间，可能不是在短时间能够结束。联准会前主席伯南克周一表示，联准会现任领导阶层面对美国通膨飙升的反应太慢，因此将面临一段停滞性通膨期，也就是经济成长停滞但通货膨胀居高不下。很刚好的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同一天也表示，经济可能已经陷入衰退，或许会持续1年或1年半的时间，提醒企业要注意成本管控与现金流。此是否表示这是空头修正的基本时间呢？联准会主席鲍尔与同事选择逐渐因应通膨飙升，不想重蹈覆辙2013年减码恐慌，让市场措手不及。但反应慢半拍会导致更糟糕的经济表现。伯南克同时告诉《纽约时报》表示，其实是在信心的状况，经济也该放缓。美国4月消费者物价比去年同期强劲增加 8.3%， 尽管正在下滑，但认为还是太高，所以未来1-2年会有一个时间成长低迷，失业略升，但通膨仍居高不下，可称停滞性通膨。什么是停滞性通膨呢？它是指当经济环境遭受供给面的冲击，造成经济成长停滞与通膨同时存在的现象。通常伴随着企业获利衰退、民间消费支出疲弱、失业率攀升的负面效果。例如1974年全球爆发石油危机，使得原物料成本上涨，因而导致高失业率与高通膨率并存的现象，而处理的时间长达10年之久。看看我们最近的生活，是不是有几点已经发生了呢？这更确定的是，当发生停滞性通膨发生之后，要靠经济手腕处理这情况，其实是最棘手的状况。因为当时货币量化宽松目的是要活络经济，但却也伴随着通膨的升高。就经济趋势来说，理论上经济要复苏，甚至要升温。但现在美国市场的情况是，量化宽松导致通膨涨到民间企业受不了的情况，但景气却因为疫情长时间的影响而没办法热络，甚至连最基本复苏都没有，反而还持续的衰退的迹象。上面讲了这么多，只是要你了解目前美国市场的情况。之前发钱给民众消费，由零售销售数字就可以知道，
这些钱还在市场上发酵当中。但回头看看目前的消费市场股市预先的警示是什么呢？ Costco、Walmart、Amazon 这些供应端反映的股价重挫，您相信哪一边呢？这星期我相信大家都体会到股市波动很大，在目前这段期间，其实我们更应该冷静看待目前这个波动，是预估之内还是意料之外？战争、疫情、供应链、封城、清零政策造成股市下跌，我们亏了钱，吃了亏。从1月到5月期间，赚赔全靠自己对目前市场与大环境的认知。举个例说明，你觉得台湾目前疫情短时间能稳定吗？目前景气很好吗？各上市上柜的企业主 YOY 净营收是增加还是减少呢？民间的购买力是增加还是减少呢？通膨是增加还是减少呢？你觉得1月到5个月就能解决的吗？市场目前不断透露讯息，台股一些股票价值浮现，有没有想过，价值浮现那时候的股价，跟未来确定止跌的股价相比，您确定这价差很少吗？您确定价值投资浮现，你进场之后，股价就不会腰斩了，你的资产就不会腰斩了？还是你一厢情愿的以为总有一天股价会再回来？你要拿你的辛苦钱去开玩笑吗？还记得曾经有人说台积电股价600元以下随便买，如今用常理想想，股价还回得去吗？假设你要用钱，怎么办？每个人都想捞到底，也总认为那个幸运儿是自己。再回首看看，是你自己吗？你付出了多少代价？股市从来都不乏进场点，但你的资金就只有这一套，亏掉就没了，腰斩了也就没救了。你们近期有没有感觉到，美股涨，台股有可能涨；美股跌，台股一定跌？与其看台股的价值浮现，不如我们来了解美国何时落底，再来考虑投资台股。毕竟美股是海上的风浪，和台股只是汪洋中的一艘小船相比，只要一个巨浪小船也许就没了。美股止跌，首先经济就必须要不受通膨的伤害，如果要控制通膨， Fed 就必须要给经济降温，而急速降温的方法，就是短期提升利率，还有 QT 缩表。有消息指出 Fed 要把基本利率提升到 2.5% 到 3%， 以及借由 QT 资产负债表缩减1兆美金，就是现在的9兆美金，缩减到2020年的11月水平。那因为这些动作肯定股市会受到牵连。我们比对现在的情况， QT 开始了吗？美国的股市都还没止稳，凭什么你台股就会止跌了？即使价值浮现之后，凭什么股价就不会继续探底呢？我相信升息跟 QT 影响，没人会喜欢股价下跌的，和美国这个国家更是如此。因为美国有多少养老基金都在此，但纵观以前的历史，类似这样子的事件，不是经济萧条，就是股市下探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算算未来美股可能会崩的位阶。首先，我以标普500的指数来代表美国的市场。我们从标普全球预估2022年底 EPS 是 225.06。FactSet 2022年5月9号公布得知，标普500未来12个月的本益比是 17.6， 经由计算得知，今年年底收盘预估会收在4489点。他自己又说了， 17.6 的本益比就目前的情况是有点太高估了。所以我们抓进20年本益比的平均值 15.5， 我们计算出来标普500预计年底是在3953点。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是20年的平均值，已经是非常合理的价位。就 Michael Berry 他在3月就曾经警告，观察过去标普500指数崩盘的状况，今年的跌势或许比2020年初多跌 15% 的水准。我算过了，2020年年初的下跌幅度大概是 36%， 若多出 15% 的水准，那就是 51%。假设它从3月的高点4506跌 51% 的话，此位阶相当于2020年3月发生熔断后下跌的历史低点附近，算出来大约是2207点。
当然，我们不能以他口头说的片面之词就相信他，所以我们就以数据理性的去分析。我去抓标普500最惨的本益比是2011年9月的 13.01， 导入近20几年最低本益比，计算出来点数是3318。这位阶表示的就是，它将跌回2020年11月8号拜登当选当时的指数，也就是说去年美股的涨幅全部都会吐回去。回头比对台股，当标普500 20年平均3359点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6000点，台积电大概是520元。但如果是史上最低的本益比3318，大概是台股的13000点，台积电大概是450块。但我个人认为，不管是台股或者是台积电，就去年追买的情况，这些价钱都是属于高估的价钱。以上都是以标普500为基准当时的时间情况与相对股票位阶做的猜测，给各位参考。毕竟未来的事情谁也猜不准，我们这视频就留到后面来印证。当然我相信市场有很多高手，如果有其他的想法，您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。未来你们还想要得到最新的消息，请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按赞分享。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。分享善知识，结善缘，得善果。我们下周见。